来到拜托 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， 希望各位用智慧来提领我们的现金。好，今天的主题是旅游达人的秋季旅行攻略。我们也为观众想一想啊，秋天也来了哦，这个秋天秋高气爽，出去旅游正是好时候啊。不是秋老虎啊，这也给他们一些好的建议。就有时候也要晒晒太阳，晒晒太阳，维生素 D 嘛。但是秋天真的是一年四季里面最舒服的吧？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首先介绍第一号来宾是娜塔莎，嗨，她是知名的旅游部落客，那本身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，所以文笔千万不能让他拿冠军。对，会害怕。4个字，我也好紧张，很怕写不出来被大家笑。那也要先到最后一关啊。你念中文系最后怎么接触这个旅游的？啊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写作，然后又很喜欢旅行，所以就在网站上分享我的游记心得，然后写着写着就写了2本旅游书。哇，对，秋季旅游会推荐哪里？我很推荐日本，然后像秋天就是最好赏枫的季节，然后推荐像东北地区的八甲田山，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滑雪，我也是滑雪教练，然后八甲田山它冬天是一个很厉害的滑雪胜地，然后没想到可是现在秋天没有雪的，秋天满山都是枫叶，然后你可以搭着那个滑雪的缆车上山，然后就可以眺望整个山上都是枫叶，红叶非常的漂亮。八甲田山，八甲田山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史瑞克啊，艾瑞克，是他很多哎，艾瑞克常客啊，是吧？是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，曾经和泰国观光。您是走东南亚线的吗？其实我全世界都跑，但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像泰国人一点点，所以蛮常没有开玩笑。你看泰国台湾最爱了，对啊，所以蛮常去泰国玩的。像我刚回来，那你今天想定推荐泰国吧？就像刚刚行长讲的，因为大家想到泰国可能就想到 CP 值很高，想到玩水，想到就是可能按摩，但是我想要推荐的是泰北，就是跟曼谷还有一些海岛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情。你看台湾很多人去那边还买房子在那边住，对，舒服嘛。对，因为泰北就是它的步调特别的慢嘛，比较悠闲，然后它的气候比较干燥，所以很舒服。那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参加水灯节。水灯节，大家想到泰国，第一个想到是他们第一个4月份的泼水节，但是它有这是水灯节，11月份的时候去水灯节。水灯节一样是就是可以放水灯，然后祈福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文化庆典。除了可以放水灯以外，它会在很多的这种世界文化遗产前面放烟火啊，还有舞台的表演啊，它是一个万人空巷的一个大一天还是比方说一段时间？它可以有大概2到3天，然后包括清迈、苏可泰，我的照片是在苏可泰，对，都会有不同的会场，好美，对，所以很推荐大家去参与。很好玩的地方，泰国没错没错。好，谢谢你的介绍，接下来我们刘杰忠，嗨，刘杰忠也是外景节目的主持人啦，而且英文主播哎，英文主播，所以你今天推荐是欧美还是美国？所以我直觉想到其实也是日本，而且我推荐的是，我觉得神户还不错。神户有什么特别？就那时候去神户也是原本在想说要不要去有克哈嘛，但是的话也是到了那边我才想说，有个地方叫淡路岛，所以我就走了那个跨海大桥去淡路岛，然后上面的饭店也是我觉得超级物超所值，就是那个什么安藤忠雄设计的，可那个价格可能你真的在东京就是像行长讲的一个胶囊这样，可以在那边可以享受整个梦舞台都是你的，然后也有温泉嘛。然后除了神户牛，然后海鲜也非常棒，对，所以就是在一边吃，泡完汤就是看那个海港，然后出来吃海鲜也是看着那个海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接下来介绍是我们 Dora， 嗨，大家好 ，Dora 主持时尚玩家跟欢乐有够赞，你是人。今天推荐什么？今天推荐还想说还是要国旅一下啦，对，所以我推荐的是阿里山，因为阿里山的其实4季都蛮漂亮的，然后其实这样秋季的时候，现在阿里山它的特色就是大家都要赏枫嘛，所以呢阿里山它有一个那个小笠原山观景台，那个观景台它就是号称你可以同时看到满山遍野的枫叶跟云海。来，接下来达人丽你好，达人丽再次见面啦。达人是资深领队哦，带团16年，你看赚多大？而且他自己有，但是他也来做 YT 啦，观看数破2000万，很厉害。因为以你的资历哦，这经历了那么多，你不做 YT 也可惜了。那你今天为大家推荐哪里呢？其实秋冬交际我们去到北半球哪里都好，台湾也有很棒的，到奥万大也很好。但我觉得如果要出国，到韩国的首尔就好了啊，一整排的银杏林啊。说江南要去整形一下，其实在江北。对，但是韩国就是那个银
银杏林大道，还有很多它是不一定，我们说3风5处嘛，就处树啊、枫树，它种很多，但你怎么去认哪一个是银杏林？就闻味道，味道。银杏林结果的时候掉下来，你踩到都跟狗屎一样臭，这么臭，你推荐我们去那么臭的地方？大家都摆很美的姿势，然后这样子，银杏会臭啊，超臭，真的就跟那个味道。那你还推荐我们去那边？因为拍照大家看不到。是，欢迎一位分享的观光，希望大家秋天的有一个很好的假期去度假了啊，享受4季嘛啊。介绍2位专家，首先超人气新闻主播周瑜露主播你好，主播大家好。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鹏老师你好，启鹏老师好。来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存款争夺赛，32请讲规则。好，这回合呢，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的奖金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每答对一个答案代表3000元的奖金，6万元要抢完为止，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。这回合由陈启鹏老师来举圈或叉，32请出题。根据全球最大旅游指南网站的票选，2024年全球最受好评的10大热门景点有哪些呢？2024哦，请讲答。也太快了吧！来，请。我有这晚安。不是，他们可能敲到边了。对，好。那热门景点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会有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啊。哦，因为奥运刚刚奥运哦，埃菲尔铁塔对或错？答对了，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那其实呢，整个埃菲尔铁塔它只有4个桥墩啊，是用水泥来去做它的柱脚。对，那其他全部都是钢骨，而且是对称的结构。那它可以耐强风，所以兼具实用跟观光功能。好，那它那边的话，它的平台有分为3层。那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景观，然后晚上的时候还会打那个灯光，对，很漂亮，灯光非常之漂亮。就塞纳河在旁边可以看到它一直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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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ing。对，那所以它这个埃菲尔铁塔也成为全世界最多人拍照留念的地方。对，你知道埃菲尔铁塔出来之前没有用钢筋水泥盖房子，我一觉得丑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而且它刚盖好的时候，巴黎人都说很丑，对，它的构想就是用人的骨骼做成的一个人的骨骼。站着好的。啊，自从那个出现之后，我们那个盖建筑开始用钢筋水泥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我想应该有米兰的大教堂，米兰大教堂，米兰大教堂对或错？答对了，有的，请加3000。那是我人生第1次去的欧洲景点，对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你会发现欧洲的教堂都很漂亮，超级美，非常漂亮。对，来，接中，美国的帝国大厦。答对了，也有，请加3，很多电影在那边拍哎，有啊，请加3000。Dora。10大景点，我在欧美我其实还没有去过啊，我想想。又变成原住民了，新加坡，他一直说他不是原住民。真的不是啊，新加坡有一个那个滨海湾公园。还有那个天空树，对，因为我之前很久以前去过，但是那里真的非常很像榴莲那个，很像阿凡达啦。对，就是它有很多灯光，但是你白天看有点像植物园。金沙饭店对面啊，那一整区这样，有2块，对，2块，对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也有，请加3000。新加坡的答你，罗浮宫。罗浮宫不能没有吧？被渔民设计的，是罗浮宫，这次好生活也经过。对，被那个罗浮宫对或错？答对了，也有，请加3000。好，我很喜欢欧洲。那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西班牙的景点，例如像巴塞隆纳的圣家堂，就盖了几百年的教堂都还没盖好，一个很宏壮的建筑。圣家堂不是卖凤梨酥什么的？直接问吧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有啊，不是有个圣家堂吗？盖了100多年，超美的教堂，而且它不是很像教堂，很像美耶。对啊，对，我去年才去，超级美，傻眼。圣家堂对或错？答对了，铁定有的，请加3000。那这边补充一下，就是说圣家堂啊，它之所以会盖那么久，是因为
那个设计师高地啊，他有说哈，那个我的客户并不急，那他所谓的客户就是指上帝喽。那这个圣家堂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，它的建筑有很多的曲线设计，因为高地说直线是属于人类的，那曲线才属于上帝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奇幻特别的一些建筑，对，那所以这个圣家堂啊，它会建了100多年都还没有完工，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精益求精。据说在高地用了40年来制作，结果到他死都还完成不到25%。对，那不过各位不用担心，因为据说现在已经有开始在动起来了。2026年11月即将完工。所以你讲的是还没盖好，还盖100多年。2026是高地逝世100周年。所以赶工一定要那天不小心过那个电车的时候被电车撞。对，是哦。而且听说他以前很花公子，然后就是开始盖这个教堂之后，就不认真盖就对了。没有，盖教堂之后转性，变成完全投入。对，很美。圣家堂一定要去看一看哦。好，来接下来是艾瑞克。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想到的是回教的清真寺。清真寺。我去年去的阿布达比的谢赫扎耶德清真寺，特别在阿布达比那一个清真寺。对，因为那个我去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漂亮，很壮观，而且它的确是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。重点是它盖好了没有？它盖好了，没有人在等100年。白色的非常漂亮，很壮观。对，不错，答对了。大家很达人哦。请加3000。来，杰中。怎么笑容逐渐快没有了？台湾有算吗？你可以讲，你可以猜猜看，你可以讲。如果能当10大也是很光荣。全球一定有，台湾也是全球。你确定会有台湾？赶快派出台湾之王。那我讲个超冷门的，安妮之家。荷兰就是那个时候，安妮日记，安妮日记的那个受到迫害的。因为先前我们播外电新闻的时候讲到这个地方，而且这2年大家对那个战争的想法其实蛮多的。对，安妮之家对我走，答对了。这种冷门居然很厉害，来加3000。所以10大就10个了。对啊，刚刚好，剩2个。Dora。我想赌一个我想去的目标的，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水晶。然后我有个会做水晶的朋友跟我讲说，在那个加勒比海那边有一个水晶洞，叫开曼群岛的水晶洞，它就是进去里面像钟乳石跟石笋，但是它是亮晶晶的，都是水晶这样子。答对了。哇，这种也能这也有。安妮。最后一个哦！我在想，大家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第一个就要讲的罗马竞技场啊！哦，对可是会不会因为已经有米兰了？对啊，你会觉得有一个地方国家然后会2个吗？这个已经快2000年的遗迹，可是你去一定会看嘛？一定。对啊，这个对我错。每天啊，10个是这样子。哎，请加3000。来，请补充一下。那这些地方之所以会最受欢迎成为10大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 CP 值很高，因为它的票价门票大概都不贵，大概在30到50美元左右。可是呢，可以玩1整天。对。那尤其是像刚才讲的阿布达比大清真寺，它的门票免费，可以容纳4万人的空间，你就可以想你可以绕多久啊？只不过是去那边飞机时速很贵就是了。对。接下来第2题呢，是由周瑜如主播来举圈或叉，请出题。疫情时代结束，全民疯出国。请问国内知名新闻媒体统计，台湾人国旅次数减少的原因有哪10大？请抢答。杰中，我住宿贵，真的住宿贵对或错？没错。现在没有改善吗？现在都还在维持这种高档。要看地方，看你住哪一种，跟看时间。那现在暑假也结束了，慢慢。对，学生都上课了，来加3000。当然，交通贵，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去外景什么的，然后到那边就是遇到那边当地观光，他们就说哦，比如坐高铁就已经很贵，可是可能比如假如你要到屏东、恒春那种，
然后你可能到高铁站之后，你还要换车，然后或是1小时对，然后有些人是包车或什么，其实整个加一加，他们就说我们都可以飞去日本，然后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。对，来对我说交通费，没错，也是，来请加3000。可是我们这样这集做完会不会？我们有一些意见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先找出原因，然后再克服嘛。对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贵没有什么错误。对了，我觉得这个品质很重要。对，你不能收的贵，服务又烂，你要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有价值。对，所以大家加油了啊！达人力。在国外玩比较便宜吧，相对于台湾，对，在它的那个国外玩的成本也比较低啊，在国外玩比较便宜。没错。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来，接下来。我觉得应该就是塞车吧，因为平常就是出门啊，上下班时间也很塞，到周末大家一起挤在高速公路上，或是到市区，到处都塞车，所以就会很不想出门。对，可能交通都算同一种啊，那交通费、塞车、交通的问题啦。艾瑞克。我想刚刚提到的，比如说住宿比较贵或者塞车，应该都是因为人太多。尤其到了一些景点，你可能塞车塞3个小时到那边，然后又是满满的人，就人潮太多。对，景点太拥挤，人太多。没错。请加3000。人挤人。解中，这我很有把握，重复性很高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可能像日本，比如你去富士山就有富士山限定的东西嘛，可能在台湾你可能去这个老街或去那个夜市，又得罪人。山庄香肠可以吃。就是好像你觉得去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，非得这个地方来不可。夜市推广会要来找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很爱夜市，我本来很爱夜市。哎，对我走。答对了。请加3000。多少？我在想，会不会是比如有一些景点可能很漂亮，但是景点周边的修缮不完全，比如景点变得很老旧，没有人去修缮它，所以大家是可能一直想去，就去了之后失望度提高，就有点那我不想去，或者那边没有相对没有在维修，对，景点修缮不完全。答对了，请加3000。这点我也蛮有感触，我常常去做外景，很多地方，台湾很漂亮的地方，但就是没有人去建设它。比如海水浴场也没有人去开发。对，其实海岸线很漂亮啊，为什么不用饭店去庆祝？你光北海岸就好了。他们那个些旧的屋子还是在那边的。对啊，并没有去规划建设、发展观光啊。来，达人力，台湾的特色的东西，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国家比较弱势。比如说巴西有嘉年华，台湾像一些节庆都是跟庙宇比较有关系的，什么炸邯郸啊、妈祖绕境。但是如果外国人来，他是信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他就不会想要来台湾。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某些东西的特色比较少。没错，有的。来加3000。艾瑞克。我觉得台湾人很注重吃东西，他们很喜欢吃，所以民以食为天。会不会是觉得台湾的美食容易踩雷？因为相较，比如说到日本，可能真的随便吃都好吃，或是泰国很好吃，但台湾的美食容易踩雷。不对，这实际上不是这方面。我怎么觉得台湾也是随便吃都很好吃？但是可能就是一些知名景点去了，很容易就会觉得这听说很好吃，或是很有名，但觉得还好。来接中。观光的跟在地的，你会觉得好像观光客会有一点被差别待遇这样。对，就是你可能买到的东西或吃到的东西，可能都不是在地人会接触到的这样。对，有差别待遇，对不对？差别待遇，得罪人。最后说。这不对，这有点像品质不太好，跟刚刚有点重复了。就是像古迹修缮不完整啊那种品质不好，没有规划。对，已经归类在那边了。来 ，Dora，会不会是到各地的伴手礼很难买？就是我现在到某个地方，可是我可能到每个地方买的都是凤梨酥。对。然后可是台湾人自己就会想说，我干嘛买这个？我可以买我自己平常家里附近我就买得到。我到当地买伴手礼的种类选项很少，比较少，就会想说，那我花一样钱，我去国外啊，对，可以买当地特色伴手礼。不对，也没有在前十，这跟特色可能也有关吧，我在想。那就很难哦，答案你。哇，答案你看能不能一个人3个，讲一个就难了。疫情后是不是大家就疫情的时候我们不得已都只能做国内嘛？疫情外大家都看这个看那个，都一直去跟媒体有关系吗？
比如说媒体的广告宣传都是往国外跑，会不会？大家一直去日本、去韩国，我看我周围的全部的朋友都是去这2个国家。没有，没关系，那就很难想到底为什么国人旅游会减少。还有哪3个啊？请说。其实刚刚讲的跟媒体也不完全有关系，只是现在就是国外放宽了嘛，所以大家觉得那可以出国，因为闷了好久，所以大家就觉得能出国就出国嘛，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放宽。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，过年假就是休比较多天啊，或者是连假啊，就会觉得说，家庭聚会可以出国，或者有些人哇，海岛婚礼去海外办婚礼也很好，所以很多人就觉得，出国好像比较好。另外还有人觉得说，国内物价太贵了，因为常常我们之前有报道说，有些地方1杯酒要400-500块钱，就观光地真的太贵，所以有些人觉得国内的物价好像太高了。还有9000块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留到下一个回合。我们先把目前奖金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好，目前 Natasha 6000，艾瑞克9000，杰中哥12000，Dora12000，达人力12000。好，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赢者全拿。现在请讲规则。好，这一回合呢，同时作答 A、B 2个选项，答对的话累积奖金，1个人代表1000元；答错的话，本轮就淘汰喽。那每一轮最后留下的那一位，可以把当时累积多少就灌给自己。我们目前已经，你们还没回答就有9000块在等你们。对，上一回合累积下来，往上叠了哈。来，第一轮请出题。泰式料理深受国人喜爱，请问下列哪一道是真的来自泰国 ？A. 椒麻鸡 B. 打抛猪，请作答。椒麻鸡不是哦，艾瑞克没有。其实，在泰国吃不到椒麻鸡，还有月亮虾饼也吃不到。月亮虾饼台湾的，对。打抛猪是真的，他们对。他们也可以打抛牛、打抛鸡都可以。打抛就是一个对，打抛是什么意思？打抛叶吧，打抛就是里面有打抛叶，然后跟辣椒还有一些香料炒在一起。打抛。我是流出来。那猪怎么讲？泰文加番茄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打抛猪。来加5000，14000。下面题请出题。坐飞机也要有礼仪，请问根据旅游平台统计，在飞机上什么样的乘客最会让人恼怒 ？A. 喝醉 B. 踢椅背。两个都讨厌呢。请作答。又喝醉又踢椅背，真的是。椅背是小朋友比较多一点。因为喝醉可能坐很遥远没关系，但踢椅背就在你后面了。对，可是喝醉通常伴随一些其他的。可是喝醉会被阻止，可能看到就立刻空服员就来。你不能醉吗？就是说先生请不要闹，这样踢椅背小朋友干嘛？他只是个孩子，然后你就整个人。而且踢椅背就一直踢，然后你刚刚讲了一下之后，隔了5分钟又继续 non-stop 这样子。而且对，我觉得差别是在，因为喝酒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，但踢椅背你可以不要，但你还一直踢。哇，他好像很气。就对，因为喝醉你就没办法就喝醉了，但你踢椅背你为什么你叫你不要踢还踢？所以你们都被踢过椅背的样子。大家都有吧？我真的可以有。脚从那个从那伸过来的，还有玩那个餐桌一直玩，然后就小朋友还会抓你的头发，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是经济舱，我们经济舱是这样子的。这一集是上站隔很远的，对啊。而且什么椅背你是躺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原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喝醉。其实啊，根据网络的旅游平台 Expedia.com 整理出2019年搭机礼仪的数据，其实飞机上最让人恼怒的乘客就是喝醉的人，第2名才是你不断踢前面椅背或是你一直在那边晃的人，所以第一名跟第2名也是差不了多少，都很讨人厌啊。对，那事实上呢，有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同一个统计当中，我们台湾人被选为23个国家中最体贴、最友善的乘客。因为呢，如果有人觉得我们小孩子在吵，我们不会不管，我们会说嘘嘘，吵到前
前面哥哥，不要踢前面的姐姐，这样要有礼貌。对，哎，14000还是保留哦，是，因为你们都错了嘛，所以第1轮就结束，进第2轮，总共3轮嘛。他答对了，我好像不小心对了，因为你都没有问我，我刚刚以为都选这个，全部都选一样哎，我以为是啊，对不起，来加1000，好厉害，这个很补哎，15000，请进入达人你的账户哦。一下27000了，你看到？斯文他说不好意思，我好像对啊，我这边没看到。我刚想的是相反的，因为踢椅背你只会惹怒那个人，但喝醉酒你可能会惹怒周围的所有，有道理，也服务员的感觉。第2轮嘛，第2轮第1题，请出题。拍照时把手机上下颠倒拿，看起来比较专业。请问这样低角度的拍摄有什么好处 ？A. 增加镜头进光量 ；B. 人物比例更好看。请作答。哇！我看每个人都以前镜头会这样放上，现在都会这样。倒着拍。为什么这样拍会怎么样呢？就是人看起来会比较修长，比例会更好。对，大家解释也都这样。对啊，因为所有女生都会说，哎，倒过来拍腿比较长，他们一定会说腿比较长。是，人比较不会被乱拉到，头比较不会歪。是手机镜头应该没有进光量这个考量。哎，这是在苹果教学里面会有教学的吧？这应该是比较属于一种尝试，下次行长可以先去看。人家都有开课程说你们来上课嘛，那么好的手机只会接跟传，真是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人物比例更好看。其实很好理解哦，手机上下颠倒最大的好处就是原本相机的位置高度差做出来啦，你就不用这边蹲得很辛苦啦。那你要拍的那个人，他的脚就自然变得修长啦。而且说真的，你这样倒过来，其实也比较好的稳定度。那你看，你照相蛮好按到的。对，加5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英国人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旅行社，请问当初推广旅游主要是为了改善什么问题 ？A. 避免人民酒精成瘾 ；B. 振兴乡村经济。请作答。好，有不一样的想法了。艾瑞克选 A 来，请说。选 A， 因为英国人，我很多朋友只要一听到英国人，他们就会说他们很喜欢喝醉。就常常听到大家对于英国人的 stereotype， 就是他们很爱喝醉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很爱喝酒，喝到他们觉得不要再继续喝酒了，应该往户外去走走，看看大自然，走出户外这样子。那旅行社就是要去酒庄啊，酿酒厂啊。所以你持不同的意见，就是说他会喝得更凶，就对了。对。所以你是振兴乡村经济。因为其实我们有去走过那个实际去苏格兰或英国的酿酒厂，它其实那个荒郊野外就有一个小木屋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进去，你就可以在这边。住一个晚上，所以我想应该就是让大家就是去世界就是换地方喝酒，对，换地方喝酒的意思，对啊，去别的地方看一看，是这样吗？达人，是吗？因为第一家旅行社我们在大学都念过，就叫 Thomas Cook，然后这个人他们家应该是宗教的关系是浸信会，所以我觉得。我印象中他是为了要带他们那个村的人啦，说我们出去玩不要在这边喝酒了，所以他办了第一个旅游团。如果我没记错是这样子。没想到走到外面喝更凶。一路上水壶都是酒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避免人民酒精成瘾。没有错，1841年出生为柜子制造商的 Thomas， 他创办了旅行社哦。那同时呢，他也是浸信会的牧师。他觉得，哎呀，大家不要再喝酒了，我们来做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哦，也可以是娱乐，但是有教育意义。麦格林呐，让工人们不要再喝醉了。所以他利用英国新建成的铁路这些路线，规划一整段的旅行服务。同时呢，也是响应整体英国禁酒的一环。他们真的喝到爆。其实全世界都有禁酒，以前美国也有禁酒令啊。哦，有一阵子。对啊，结果后来实在是挡不住，现在根本要破洞了。现在根本拍广告了，你看。来，两位请休息一下。加3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西班牙最有名的活动就是斗牛，请问斗牛士为什么要使用红色的布 ？A.
增加观众的兴奋度 ；B. 增加牛的兴奋度。请作答。增加牛的兴奋度，牛看到红色会冲动吗？对啊，就不是有讲说什么，如果你去看斗牛那种，不可以穿红衣服，牛就会朝你冲。然后或是以前那种卡通动漫那种，怪兽怎么看到那个红的，它就是朝你冲。对，就是我们从小耳濡目染，这个大家就是记得去看这种不可以穿红色。正确答案是 A， 增加观众的兴奋度。大家没想到吧？其实研究指说，牛它根本就是色盲。它为什么会冲撞那块布呢？是因为它对晃动的东西感兴趣。那使用红色其实是为了人，因为我们人只要看到红色的东西，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兴奋跟激动，所以用红色是为了增加现场的感染力。没想到吧？牛是色盲。其实把人弄兴奋了，不是把牛弄兴奋。对，搞半天哦。是的，来，请回来吧。这题没人答对，所以8000块会堆在那边，继续累积。剩下最后一轮，也就是第3轮了，请出题。雪花水晶球是去欧洲必买的纪念品，请问水晶球是谁意外发明的 ？A. 退休荒野女巫 B. 医疗器材工人。请作答。荒野女巫还会退休是不是？医疗器材的工人。好难哦！等一下，对啊，女巫干嘛退休？对，而且为什么还一定要在荒野？她不是出都市吗？对啊，退休还是可以用水晶球吧？要用的话。是，请问谁发明的？有人选 A 的，来，我想听听他的答案。答案 A，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职荒谬制作人出的，就是。通常哦，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，越不合理的答案应该就是对的。因为刚刚上一题那样。他可能就是某个退休的教师，他迷上了塔罗牌什么，他不小心做出一个东西，然后你们给他一个很荒谬的名字。我猜是这样。可是那水晶球真的里面有雪花嘛？它倒过来倒过去还有房子嘛？对。那刘杰忠也选 A 呢？我觉得从这个选项看起来，应该是说某一个人他退休之后要寻找人生的第2春。然后到了荒野，就是很多就是乡村的同胞嘛，所以他总是要有一个法器或者是什么样的，才要说你们总要有一个题材嘛，对。你们的故事都很完整哎。对，身为导游还是要充满象形，对，或者旅游界的乡下邂逅了一个那个做琉璃的啊之类的，对，就找一个道具，还谈那场恋爱是。所以从此他退休了嘛？对，那他想。我觉得，因为他想说是意外嘛，那我是用删去法，我觉得女巫一直都在用水晶球，所以她应该不会意外发明什么。然后医疗功能的话，可能他们有一些器材的实验的制作啊，可能什么东西要包着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包出了一个水晶球。对，这也蛮有道理。被说服了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怎么我觉得好像是 A。B， 医疗器材工人。雪花水晶球呢？好兴奋的一群人哦，跟旅游一样开心。还是不要国旅，后来像 ATM 跑来就会送他题。好，雪花水晶球呢是奥地利一个医疗器材工匠无意之间发明出来的。其实他本来是想要改良电灯，让手术房可以亮一点，所以他就会做很多实验嘛。那有一次他就把水灌到电灯泡里面，然后加一些粗麦粉啊、粗麦颗粒，然后缓缓降到底部。他可能已经发明到不知道干嘛，有点发疯了，就玩了起来。他一看觉得好漂亮哦，想起下雪的样子。忽然他就接着把教堂的模型也放进去水晶球里面，然后他把那个粗麦颗粒改成白色的屑，是不是听起来就感觉很像下雪？结果他就拿去市集卖，结果大受好评。从此他就没有再发明医疗器材，他就大赚了，变成商人了。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下雪的场景，也是在家里心情不好，对吧？倒来倒去就看到下雪。对，2位请到室外去休息一下。好累哦。加3000，我们去找女巫了。答案人力停留在27000，各位有没有机会赶上它？是有可能的哦。现在是11000嘛啊。对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夏威夷披萨深受意大利人痛恨，是因为里面加了凤梨。
请问夏威夷披萨的取名由来是什么 ？A. 使用夏威夷牌的罐头 ；B. 在夏威夷最受欢迎。请作答。使用夏威夷的罐头。对，因为我去夏威夷的时候，我记得他们有一个那个 DOLE 这个牌子，美国最大的一个罐头做凤梨罐头，供应商，他们的凤梨园就是在夏威夷。对，对，是这样子。是。他们有做凤梨酥吗？好像没有，真可惜。有卖凤梨酥。是用夏威夷的凤梨做的吗？而且那个人还是我们的前辈，有一个以前叫这个唱歌叫孙晴。这个他的痛苦歌王，他唱歌点很痛苦。你去上网查。好。他就在那边开店呢，开凤梨酥。所以我知道那凤梨很有名。哇，是这样哦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使用夏威夷的罐头。加油加油！其实呢，发明夏威夷披萨的是加拿大人。那这个加拿大人突发奇想，就把凤梨加进披萨里面，而且他当时用的凤梨罐头上面的字呢，取名就是夏威夷嘛，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叫做夏威夷披萨。但一开始呢，当地人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味道，但是好像后来越来越普及，而且很好做，然后就慢慢传到世界各地啦。是，请加3000，14000哦。接上来喽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中东美女魅惑双眼的法宝扣是类似眼线的化妆品，请问他们一开始使用扣将眼中涂黑是为什么 ？A. 模仿埃及艳后 B. 保护眼睛。请作答。有人选择模仿埃及艳后。对，只有我吗？对，哎呦，埃及艳后眼睛是画的很样。大家知道那个扣吗？它就是像画底下这样，然后这边就是很长，全框，然后这边往这边特别粗一条。对。是。我在想，可是你那么年纪那么小，看埃及艳后这部电影？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，但是就是埃及艳后小时候也是卡通啊什么的，他们还是会有那个画。对，可是我原本以为的是全框眼线那一种。有全框，只是底下更粗一点。对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他们想要保护眼睛，他们应该就会，他们那个东西可能就是直接勾眼睛了，对吧？或者他们会用一些药膏、泥巴，然后整个这样子啊，那不漂亮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他们要漂亮啊，所以他们要讲话走音，他们要漂亮啊。就是埃及艳后的招牌是这样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那个就是美女的代表。他们不可能模仿她泡什么牛奶浴干嘛，这个就是最好模仿的，最低成本。先模仿。那他想你说保护眼睛，想说中东那边的阳光都很强嘛，然后那个阳光很晒啊。那以前还没有太阳眼镜的时候，只好在这边涂黑黑的。为什么不直接2个全黑上涂在脸上？对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保护眼睛。其实啊，沙漠里面的烈日当空会导致我们的眼睛其实会有点感染，跟不太舒服，或是有些其他相关的问题。那这个扣呢，它有保护的特性，因为埃及人相信，只要画上这样特别的眼妆之后呢，你的飞虫啊都不会过来了，然后阳光也可以稍微帮你阻挡一下，而且也可以阻隔细菌直接碰到你的眼睛，所以一切都是为了眼睛的安全。那请休息一下。就黑眼圈的人天生也有保护功能嘛？哦，你是从里面透出来的吗？来加2000，16000哦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爱丽丝梦游仙境是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，但是有一种疾病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症候群。这样的疾病有什么症状 ？A. 睡眠时感到灵魂出窍 ；B. 感到身体变大缩小。变大缩小，来，请作答。感到身体会变大缩小，艾瑞克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睡眠时感到灵魂出窍，这个感觉很像只是在做梦，或是其实很多症状，对，很多症状会出现，不会特别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。那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梦幻、比较超现实的东西。所以会是比较像是身体变大变小，或是到一个异世界的感觉。对，理解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D， 感到身体变大缩小。
真的有这个症候群哦。那罹患爱丽丝梦游仙境症候群的人呢，会突然觉得自己变大又缩小，而且除此之外，你会觉得周围的物品不知道为什么在漂浮，而且你的东西还会变远变近。其实你会对时间、声音、物体整个概念都扭曲，甚至严重一点还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四肢，伴随着偏头痛。而且儿童跟成人都有可能会罹患这个疾病哦。那通常呢，儿童是因为感染。那成人是因为偏头痛引发的来加2000，哇，好刺激！这是第1题答对了，是3题之后如果都答对要均分哦，那答对你就有机会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台南美食代表是牛肉汤，请问主要是用什么牛的肉做成的 ？A. 黄牛 ，B. 乳牛。请作答。哎呦，来，你是为什么一开始就选乳牛？因为其实我到台南去过很多次，然后去参观过他们的乳牛，他们的乳牛其实一开始就是生产牛乳嘛，但是因为他们如果老了之后，就会拿去变成牛肉汤。因为我去台南的时候，很多台南人都跟我讲这件事情，那时候我也非常震惊，就台南的牛肉汤是乳牛做的啊，真的。就每次南牛肉北送上来，牛老大那个对，温体牛是乳牛，是这吗？走万里路你才会知道黄牛。黄牛，因为我总觉得好像有个印象看到是黄牛，而且就是以前我看过一些介绍，都会强调说，哎，这个牛排是用乳牛做的，很难得，很罕见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是不是比较常见的黄牛？哦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乳牛。恭喜！其实呢，台湾的肉牛啊，最初就是养牛，他们拿来就是主要是要他们的牛奶。可是公牛呢是没有牛奶的，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一些母牛已经没有办法再分泌的。那这些怎么办？公牛跟乳牛这些没有办法分泌，就把它们拿来做成肉牛。那你说黄牛有没有？也是有啦，但是因为它的饲养数量比较少，所以是比较少数才会有。黄牛是在金门。牛肉干、牛肉汤的牛全餐是黄牛多。金门，所以我想到金门的黄牛了。但是因为现在金门黄牛的产量越来越少，所以当地去他们都会说其实我们是使用可能外国进口的。现在没有了，早期真的是黄牛餐。对，来3位请到回来。从9000块可以反败为胜呢，来加1000块。恭喜！19000，请汇入艾瑞克的账户。哇，好精彩，真的。3轮结束了，我们来宣布他们奖金。好，最终呢 ，Natasha 6000，艾瑞克28000，杰忠哥12000 ，Dora12000，达人力27000。刚好27000对28000，刚好艾瑞克险胜啊！恭喜艾瑞克！谢谢。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艾瑞克反败为胜啊！这是好的现象。来，这是提款卡。今天我有预感你会拿走钱哦。看你的预感准不准哦？希望就是可以诚如瓜哥所说。因为他运气还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那1000块险胜。当然他也很努力答题啦。对，来，请插卡。好。里面有28000，现金是你的，但是必须经过我们密码的考验。来，请出示2道密码。好，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32画的柬埔寨人蛇，对，或是总笔画30画的环游世界。这个算泯灭人性哦，真的，作恶多端。对，我想的都比较简单，十恶不赦，什么游山玩水之类的。不是，你说的是这个？对，我以为柬埔寨人蛇游山玩水。柬埔寨人蛇那个是非人道了，把它押过去是卖器官，把你身份证扣那边。好，环游世界就比较快乐啊。对啊，云游四海，散尽家财，梦想成真，梦想成真，对不对？赌一把，我还是选我现在在做的事情，环游世界，而且比我还是我以为你要说你现在在做，没有，我现在是环游世界，比较好玩吧？对啊，请锁定环游世界。32画的柬埔寨人蛇到底是哪4个字成语？请看。
哦，草菅人命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，这个不难，这个不难。但是那个菅可能有时候你会写成管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可能，草菅人命，草菅弥生，草菅弥生，不一样的菅吧？环游世界，请出题。跬步千里，什么意思？什么？跬步千里，计时1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完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他先用猜的，对，步。千。难就难在第一个字，其他没有难啊。对。里。好，0跬步千里，跬，来，请念密码。01070307。对或错？错了哦，一定是上哪一个？他是要读第一个。跬步千里，还有13秒哈。7加7 14秒嘛。对，在计时开始。跬13秒，好啊，时间到了就没有了。先尽量写。跬，我完全没办法。好难的。没有完成哦。OK。没办法，跬步千里，我听明。跬有什么字啊？跬步千里很简单的跬字母，来，请看正确解答啊。13但他是老实人呢，他没有算那个数字哎。你应该用数字。我刚刚有算，但是因为这个字我根本没听过。跬步千里，来谢谢，我们谢谢大家，说拜拜，谢谢。好。刚刚呢，可惜跬步千里是比较少运，对，这是荀子里面的劝学篇，不是笋子啊，不是笋子啊，那草菅人乔管哎，这个跬步这样是跬，这样是步，是跬就是步，这样就容易要走，靠双腿走，你才能走遍千里嘛。你要开始走吧。你如果没有走动，你怎么去看这个千里呢？没错。所以谢谢各位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，谢谢各位旅游达人，谢谢你们。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。把智慧变现，谢谢各位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